131章秦始皇的身份。安晨宇身上青黄色的光一闪，苏悠然也随之出现，光圈围绕着他，两人齐乘着小型漂浮器，从黑暗的洞口飞入下方，下降了几十米后，他们便看到了出口。穿过出口后，进入了一个广大的大厅。大厅的结构与上面的大厅类似，但规模较小，周围弥漫着微弱的光，仿佛烛光，但亮度更强，光线照射得更远一些。大厅的地面上散布着各种金属条，形态各异，有长的、方的、圆的，彼此连接，有些插入地面，有些与一个金属棺材相连。金属棺材没有装饰，显得简朴，类似一个保护罩。棺材上方漂浮着一个足球大小的光球，不断旋转，散发着微弱的光。陈宇哥，地上的这些金属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这里只有一具棺材？苏悠然好奇地问，他的目光早已被光球吸引。这些是初级能量接收器的残骸，它们能吸收少量的磁能。至于这具棺材，它应该是秦始皇本人。安晨宇简洁的解释，那光球是一种3级文明的便携数据库，类似你们的笔记本电脑，但更加先进。不过，它似乎受损严重，原本可以正常工作，现在的效果已经不佳。安晨宇走到金属棺材前，轻轻按下旋转的光球，苏悠然也试图连接它，但无论如何，他都无法获得任何反应。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无法读取里面的内容？苏悠然疑惑不解。你不能查看，因为这只是一个数据库，就像你没有电脑，无法打开硬盘一样。安晨宇笑了笑，3级文明尚未达到思维控制的技术。至于这颗光球，如果你想查看内容，必须带回基地，用基地的计算机来解读。安晨宇收回手，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颗数据库损坏了 85% 以上，几乎无法使用。它记录的内容几乎全是秦始皇的生平，原本他应该还能依靠能量维持生命，等待救援。可惜，苏悠然的脉冲武器打破了这一切，摧毁了他的生存系统。秦始皇并非完全死于自然，而是被你的一次攻击误杀的。安晨宇心中暗自想到，他没有告诉苏悠然这个事实，怕他会不小心宣扬自己杀了秦始皇。安晨宇进一步分析，这个3级文明的生物，在几千年前曾来到太阳系，遭遇了一连串不幸，试图在冥王星考察时，飞船被射线击中，随后迫降到地球。虽然后来借助数据库中的能量保护自己，假扮嬴政，但最终所有的能量都耗尽了。他创造了许多谣言，寻求长生不老的药物，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回收他的逃生舱来获取能量。安晨宇解释着，他试图通过徐福寻找藏匿的备用设备，以延续生命。可惜徐福一直未归，也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不测，还是发现了什么不敢回来了。当然，如果他回来的话，秦始皇肯定会杀掉他的。嬴政眼睁睁地看着徐福没有回来，虽然无能为力，但他依旧继续着陵墓的修建工作。当他最终将自己放入棺材，设定了最低的能量消耗模式时，继续为自己提供所需的能量。通过连接一系列能量接收器，他相信，即便几千年后没有人找到他，他也能依靠不断的能量输入逐渐恢复。焚书坑儒的举动，原来是为了抹除一切可能推动文明进步的痕迹。嬴政坚信，地球上的文明在他的复苏之前绝不会超越2级文明，甚至能维持数千年，仍能保持一段时间。然而，所以他相信，即便无人来救援自己的能量系统，命运的安排并不如他所愿。在他的计划中，等待他的复苏却在苏悠然的到来后被彻底打乱。电磁脉冲攻击让他完全失去了复苏的机会，无法再继续下去。走吧，那个家伙已经没救了，没什么用处了。安晨宇淡然说道，准备离开这个地方。不是说这里有像大海一样的水银吗？怎么没看到？苏悠然四处望了望，好奇地问道。那是一种液态能量收集系统，与地面上的能量接收器连接，但既然这个家伙无法再恢复，那些系统也就失去了作用，而且它们只是3级文明的能量系统，低级得很。安晨宇解释道，如果你没有来破坏，或许他还真能醒过来。二人离开了这个破败的地方，返回飞行器上。苏悠然虽感觉有些遗憾，但随即放下了那些无用的思绪。他原本希望这次能拍摄一部完整的电影，可如今只拍到了开头，剩下的只有一片爆炸和混乱，完全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安晨宇则毫不在意地回到了基地，为了继续推进任务，
他命令调配了一部分小型飞行器，将机器人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南极和北极，展开紧锣密鼓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下到了罗兹人基地，启动了特殊的能量隔离罩，防止电磁波继续扩散至整个基地。然后，安晨宇指挥机器人开始拆解罗兹人遗留下来的先进能量接收器。拆解工作开始后，这些装置被转移到基地上空的沙漠区域，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对于这些 U 型管和 O 型圈，机器人承担了搬运任务，因为它们具备强大的磁性，一旦人类接触，极有可能导致神经系统受到干扰，甚至会永久性失去理智。这些磁性太强，普通人接触后会直接脑死亡。安晨宇意识到这些能量接收器的危险性，也特别为机器人安装了防磁罩，确保它们能顺利完成任务。随着这些设备被搬进基地，安晨宇通过精准的计算，指挥机器人将它们放入特定的位置。由于基地的巨大规模，搬运这些装置需要极长的时间，至少要几年的努力才能完成。在这忙碌的日子里，时间悄然流逝，转眼进入了2008年的深冬。基地的成员们在这个严寒的季节依旧没有松懈，依然紧张有序地工作着。年轻的将军们在这2年多的日夜奋斗中，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青春气盛，取而代之的是沉稳与成熟。这个过程虽然充满了艰辛，却也让他们逐渐适应了这片陌生的世界，向着更大的目标稳步迈进。刘亚梦在前段时间被换到了北京这里的移民基地，穿着单薄的军装，抬着头，一边看着天上缓缓飘落的雪花，心情中的沉重也一点点的放下了。也许明年这一切就都可以完成了，明年的年夜晚应该可以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吃了。呵呵，怎么我感觉自己有点老了呢？真的有点开始回忆以前快乐的时光了。人们不是常说，一个人如果开始回忆以前的生活的时候，那就证明他老了吗？我不会真的老了吧？刘亚梦一边看着雪花不断的飘落在脸上，有点自嘲的笑了笑。133张年轻人的豪迈，姐啊，你才多大啊？才不老呢。只不过是这2年多的忙碌让你的心有点麻木了而已。我其实也跟你一样呢，现在好想和家人吃顿年夜饭。你那里下雪了吗？沈阳这边的雪下得好大好大，等明年的移民结束后，我们就又可以回到以前的自由生活中了呢。刘亚薇安慰了她姐姐一句，然后也开始感慨起来了。王战也参与了进来，是啊，你才不老呢，这里面就我属我最大了，呵呵，我都没说自己老呢。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雪，南方的冬天连雪也不下，真是没景色可看啊，还没有你们幸福呢。罗蒙的影像和话音也从通讯器中传进了众人的眼睛和耳朵里。我们这群人里面最年轻的人现在肯定是悠然了，1年多都没看到过他了。我想我们这些人中就他一个人的心境还没有什么变化吧，真是羡慕他。我们如果和他比起来，可能都老了。对了，明年的移民结束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刘亚薇马上把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当然有了，没有才怪呢。我的计划是，趁着还有3年的时间，我要把全世界所有没去过的地方都去一次，照相、留影、录像，我要把这最后的地球时光都记忆下来，以后都变成汪洋大海或者万里冰川了。如果不做这些，我也许会后悔终生的。罗浩天也赞同刘亚薇的计划，呵呵，和我一样呢。忙完了这一切后，我们几个就一起去吧。也许地球上这样的景色消失后，几百万年后才会恢复吧。罗蒙提到这些，有点心情不好。悠然可能这1年多都在做着这件事。那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们一起去。北京的故宫、长城，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马尔代夫的清澈海水，瑞士的滑雪胜地，世界上值得我们去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也不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够不够。地球上几千年来的文明建立起来的繁华，马上就要全部消失了。我有时真的很悲伤。刘亚闷还是那么豪迈奔放地说，没关系，只要我们人类的文明还在，这些东西我们会再次建立起来，并且今后我们不但会在地球上建造这些伟大的文明象征，我们也要像这些高等文明一样，把我们人类特有的文明建筑建造在许许多多的星球上，让我们人类的文明也可以遍地开花，传播到宇宙的各个地方。从他身上仿佛能看到刘将军的影子。刘亚薇同样是信心十足，姐姐说的对，只要我们的文明提高了，我们也可以像这些高等文明一样，把我们的长城、故宫建造在不同的星球上，让我们的文化可以传播得更远。只有人类的文明还存在着，我们就会做到
不是有句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我们就以地球为起点，燎原到整个宇宙。看来他们的军人家庭培养出来的人，全部都是信心十足。如果你们俩说的是真的，那我王战愿意做传播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先锋将。王战也不甘落后，把我们罗家也算上。我们罗家的全部人都加入这个队列中。罗浩天马上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大家都互相笑了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几个年轻人之间的友谊也许早就开始建立起来了，这种友谊就来自于人类第5文明的情感文明时代。随着人类文明的传播，他们的这种友谊也会被传播出去，让人类的情感文明不会像以前的文明那样终结，会一直这样源远流长的传播到遥远的星系。我们这里每天来的人群已经逐渐开始减少了，看来再用不了半年，这个移民站就可以撤离了。刘亚薇一边看着人群的逐渐减少，也开始高兴。现在基地总的进驻人数已经接近50亿了，马上就可以结束了。我想再用不了几个月，移民计划就要调整了，基地这边早就被稳定住了，以后的工作更好开展了。罗蒙在基地忙碌，对基地的情况更熟悉。是啊，3天后就要又开大会了，估计也是调整计划的事。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游览全世界，计划一调整，也许一点时间都没了。动物的捕捉，各种文物、文献的搜集，植物的记载搬运等等等，还有好多事要做啊。王战有点担心他们的假期是不是可以如期进行，那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到时候只要简单规划一下就可以了，那些科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会搞定的。反正现在基地已经基本稳定了，应该没问题的。刘亚薇倒是很放心，他们不停不休的劳累了2年多了，必须放假了，不然估计他都要学苏悠然了。罗浩天问了一句，1年多没联系悠然了，不知道他到时候会不会赶回来和我们一起去。罗蒙信誓旦旦的保证，哥，你放心好了，我保证移民计划一调整，他就会马上来找我们的，我对他太了解了。刘亚梦也笑了笑的说了一句，看来我们对悠然还是了解的不够啊，他依然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知道如何避免麻烦。我现在都在想，原来他的行为是不是都是装出来的。刘亚薇的心思还是很细腻，说道，不用问了，肯定是装的，不然的话你当他什么都不懂啊，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罢了，谁要是当他是傻瓜，那谁才是傻瓜呢？哼哼，我早就领教过了，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他在别人面前和在陈宇哥面前完全是2种表现就知道了。难怪当初知道首先把基地通讯器先拿出一个来。众人想了想，都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好像是有那么回事，不过他们都没发现罢了。看来跟苏悠然这种狐狸型的怪物还是没法比啊。移民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就算计到了这一步。看来他的装相不是1年2年的事情了。所有的人都不了解他，父母常年在国外，身边只有一个苏老爷子，而苏老爷子又是黑道人物，没人会去问苏老爷子苏悠然的事情，就算问了苏老爷子那只老狐狸，也不会说实话。苏悠然的什么都不懂，估计也是跟苏老爷子学的吧。怪不得苏悠然常年在外面疯玩，苏老爷子从来不过问呢。以后跟他们苏家这种什么都不懂的狐狸型人物接触，都得小心点，免得着了道。众人都是如此想。134章，孙小敏智斗老狐狸。在众人的期待中，2008年的年关终于过去，新的一年到来，移民工程接近尾声，所有人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领导移民的任务变得相对轻松，而士兵们的干劲也愈发高涨，大家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前进的动力更足了。大年初2，众将军召开了年度大会，所有将军打开了基地通讯器，准备开始会议。让大家吃惊的是，苏悠然的通讯器也被打开了，他穿着军装出现在了会议屏幕上。刘亚薇、罗蒙等人不由得在心里暗骂，这个可恶的家伙果然是狐狸工程就要结束了。他突然出现了，现在看起来他仿佛参与了整个工程。所有人看到苏悠然的身影，吃惊了一会儿。宋将军早就知道苏悠然的情况，但他对于他学习苏家行事方法不满已久。他是一个直爽的军人，虽然在军中也有阴谋，但他向来直率。看到苏悠然出现在会议上，宋将军的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大家看到后也都明白了他的态度，谁也不敢多说什么。会议照常进行。关于苏悠然或安晨宇的关系，外界一直充满猜测。即使苏悠然曾经说过一些话，提及与安晨宇之间的事，大家也并不相信，毕竟
苏悠然一直以虚假的话语回应外界，早在他发表过反地球引力实现的论文时，就被揭穿了他所谓的论文来自他人邮箱这一说法。他从不说实话，这也让人对他的其他言辞产生怀疑。更何况，众将军私下调查过他，发现他过得自由自在，几乎无所顾忌，而他的爷爷苏老爷子这个黑道魁首，也并未给予他任何管束。这些军中的老狐狸早就看透了苏悠然的伎俩，赵主席更是清楚他的虚伪，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不敢明言，毕竟无论苏悠然做什么，安晨宇从未反对，这种默契已经让人心生猜测。苏悠然的表现越发显得肆无忌惮，甚至以此作为一种暗示，表明他的地位不容撼动。他发表的论文，拿出的人工智能光盘，这些曾经令外界瞩目的举动，实际上都已经实现了他自己的目的，权威的建立。即使他的行为看似荒诞不经，但这些举动已经使他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他在基地外的种种胡说八道，早已让他在政治层面上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一切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复杂政治博弈，而是一场天才与老狐狸之间的智斗。他通过发布论文，拿出光盘，甚至通过身边的人将这些信息泄露给上层，巧妙地让自己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让外界知道他的能力，更多的是让自己在绝对权力面前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他通过私自改造自己时，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常规，变成了他为了保持绝对掌控力的手段。虽然他的第一次改造失败，但仍能幸存，这为他后来的行动铺平了道路。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变化，将其作为武器，进一步加大了他在这个体系中的权力。虽然这些改变对于基地中的人而言似乎完全不可理解，但只有那些有着丰富经验的老狐狸们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赵主席等人明白，这个微妙的平衡如果被打破，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基地中没人敢公开反对他的行为，甚至连宋将军也只是偶尔对他有些微词，却从未真正公开表达不满。这些老狐狸们表面上装作不见，实际上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都已经记录在他们的心里。苏悠然的行为虽然极其自信，但他的聪明与胆大已经深深印刻在他们的心中，没人敢轻易挑战他。而且每次和苏悠然聊天时都是笑呵呵的。就这样，苏悠然在这个巨大的权力网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无人能撼动。如果是普通人做这件事的话，也许早就成为了实验室里的老鼠了，想出都出不来了。苏悠然当然不会愿意去做实验室里的老鼠，并且他也在私下里问过安晨宇关于文明发展进程的路线，所以他做了最聪明的选择，并且在暗中又布置了一个大的计划。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拯救整个人类的，而苏悠然的行为恰恰就是做一个桥梁。如果没有这个桥梁的话，那人类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天才并不会像普通人学蜜蜂一样总是忙忙碌碌，但天才的一个想法就会改变无数普通人的命运，是普通人永远无法比拟的。就像很多人赚钱一样，有的人一辈子只能赚100万，而有的人可以一天就赚100万。真正的天才与普通人是不能用劳动量去衡量价值观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存在公平，呵呵。然然回来了，外面好玩吗？赵主席看到苏悠然出现在了会议频道，先是笑呵呵地问了一句，挺好玩的，这次回来我可是给赵爷爷带了很多礼物哦，等回头到了基地我就给赵爷爷送去。苏悠然也是天真的笑着对赵主席公开行贿，好好好，只要是然然给我带的我都喜欢。赵主席笑着回答了一句。下面开始这次会议的正式内容，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人口转移已经接近完成，接下来的任务是将地球上尚未转移的一些非洲国家的灾民，以及一些特殊地区的人类转移过来，比如山区、海岛等地的居民。为此，飞行器需要不停地在地球各地接人，同时还需要捕捉各种动物，尽可能多的将它们带入基地，因为捕猎区内仍有许多温和动物的栖息地。另外，植物的转移也要同步进行，确保各类植物的种群能够带入基地。这些任务如何分配，人员如何调动，都在此次会议中讨论清楚。会议整整开了5天，每天都会持续几个小时，大家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大移民的最后1年，明年将会轻松许多。而负责各部门的将军们带来的大多数消息都是好消息，这也让大家的笑容更加灿烂。会议也因此愉快的结束了。会议结束后，大家继续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
整个基地的磁场防护罩工程，随着机器人们的努力，已完成了大部分任务，预计不到1年的时间，这项工程就能完成。由于这项工作不需要过多管理，机器人们已经接到命令，且配备了初级的人工智能系统，知道该做什么，能自动完成任务，无需人手干预。135章月球基地。安晨宇这1年多来一直在做宇宙飞船，地球上没有真正的宇宙飞船，也没有特别的矿产资源。幸好这个基地下面的基座是由大量的特别材料组成的，这些材料又用了一些罗兹人的磁化材料，估计勉强可以做一艘小型的飞船。他必须要去月球上和火星上看看。根据秦始皇数据库里的记载，月球和火星上都有特别的信号反应。冥王星太远了，先放一放。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先造艘宇宙飞船，先去月球上看看。安晨宇也查阅了一些材料，所以对那里很感兴趣。因为如果那些资料的数据完全正确的话，那里也许可以找到些需要的材料也说不定，这样就会让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更加快了。不然的话，总窝在地下这个基地里，也无法再发展下去了。毕竟地下基地再大，也没有在一个星球上自由活动发展的快。安晨宇可不想陪着人类在这个地下基地窝上几千年，虽然这里对人类很新鲜，但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窝棚。他见过的文明太多了，见识过的基地也太多了。这种1000万平方公里的基地根本不能算基地，顶多就是一个小村庄罢了。宇宙太大了。安晨宇曾经游历过宇宙无数年，而各种文明也是无数，基地、星球更是无数，所以才会给安晨宇这种的感觉。月球曾发生过不少无解的现象，数百年来的天文学家不知已看过多少次了。1671年，300多年前的科学家卡西尼就曾发现月球上出现一片云。1786年4月，现代天文之父威廉赫塞尔发现月球表面似乎有火山爆发，但是科学家认为月球在过去30亿年已没有火山活动了。那么这些火山是什么？1843年曾绘制数百张月球地图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史古托发现，原来约有10公里宽的利尼坑正在逐渐变小。如今，利尼坑只是一个小点，周围全是白色沉积物。科学家不知原因为何。1966年2月4日，苏俄无人探测船月神9号登陆于海后，拍到2排塔状结构物距离相等。伊凡桑德生博士说，它们能形成很强的日光反射，很像跑道旁的记号。伊凡诺夫博士从其影长度估计，大约有15层楼高。他说，附近没有任何高地能使这些岩石滚落到现在位置，并且呈几何形式排列。另外，月神9号也在风暴海边缘拍到一个神秘洞穴。月球专家威金斯博士因为自己也曾在卡西尼 A 坑发现一个巨大洞穴，因此他相信这些圆洞是通往月球内部。1966年11月20日，美国轨道2号探测船在距宁静海46公里的高空上拍到数个金字塔形结构物，科学家估计高度在15至25公尺高，也是以几何形式排列，而且颜色比周围岩石和土壤要淡，显然不是自然物。这些奇异现象不是一般的外行人发现，全是天文家和太空探测器的报告，意味着月球上有人类未知的秘密，月面上肯定存在不明飞行物或者某种基地。1969年7月19日，太阳神11号太空船载着3位太空人奔向月球，他们将成为第一批踏上月球的地球人。但是在奔月途中，太空人看到前方有个不寻常物体，起初以为是农神4号火箭推进器，便呼叫太空中心确认一下，谁知太空中心告诉他们，农神4号推进器距他们有6000英里远。太空人用双筒望远镜看，那个物体呈 L 状。阿姆斯壮说，像个打开的手提箱，再用6分仪去看，像个圆筒状。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说，我们也看到数个小物体掠过，当时有点震动，然后又看到较亮的物体掠过。7月21日，当艾德林进入登月小艇做最后系统检查时，突然出现2个幽浮，其中一个较大且亮，速度极快，从前方平行飞过后就消失，数秒钟后又出现。此时2个物体中间射出光束，互相连接又突然分开，以极快速度上升消失。在太空人要正式降落月球时，控制台呼叫，那里是什么？任务控制台呼叫太阳神11号。太阳神11号竟如此回答，这些宝贝好巨大很多。哦，天呀，你无法相信，我告诉你，那里有其他的太空船在那里，在远处的环形坑边缘排列住，他们在月球上注视着我们。
苏俄科学家阿查扎博士说，根据我们截获的电讯显示，在太空船一登陆时，与幽浮接触之事马上被报告出来。1969年11月20日，太阳神12号太空人康拉德和比安登月球，发现幽浮。1971年8月，太阳神15号；1972年4月，太阳神16号；1972年12月，太阳神17号。等等的太空人也都在登陆月球时见过幽浮。科学家盖利曾说过，几乎所有太空人都曾见过不明飞行体。第6位登月的太空人爱德华说，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来自何处。第9位登月的太空人约翰杨格说，如果你不信，就好像不相信一件确定的事。1979年，美国太空总署前任通讯部主任莫里什特连表示，与幽浮相遇在总署里是一平常事，并说，所有太空船都曾在一定距离或极近距离内被幽浮跟踪过，每当一发生，太空人便和任务中心通话。数年后，阿姆斯壮透露一些内容，他真是不可思议。我们都被警示过，在月球上曾有城市或太空站，是不容置疑的。我只能说，他们的太空船比我们的还优异，他们真的很大。数以千计的月球神秘现象，如神秘闪光、白云、黑云、结构物、幽浮等，全都是天家和科学家共睹的事实。这些现象一直未有合理解释，到底是什么呢？科学家的研究报告中，月球表面的坑洞是陨石和彗星撞击形成的。地球上也有些陨石坑，科学家计算出，如果一颗直径10英里的陨石，以每秒3万英里的速度，相当于100万吨黄色炸药的威力，撞击地球或月球，它所穿透的深度应该是陨石直径的4到5倍。地球上的陨石坑通常是这样的，但月球上的却很奇怪，所有陨石坑竟然都很浅。以月球表面最深的加格林坑为例，尽管它的直径有186英里，深度只有4英里，按常理，直径186英里的坑，深度至少应该有700英里。但事实上，加格林坑的深度仅为其直径的2%，这是科学上无法解释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也没有人愿意去解释，因为一旦解释，所有已知的月球知识都将被推翻。有一种假设认为，月球表面下约4英里深的地方，存在一层坚硬的物质结构，它阻止了陨石深入，因此所有的陨石坑都显得很浅。那么，这层坚硬的物质是什么呢？如果这些资料是真实的，安晨宇完全相信月球并非自然生成的球体，它更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地。至于这个基地是哪个文明建造的，为什么放置在地球旁边，只有亲自去月球才能找到答案。根据这些资料，安晨宇推测，这个基地可能已经被放弃，只剩下简单的人工智能程序仍在继续运作，并偶尔释放出一些 UFO 被人类发现。一旦进入月球基地，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尤其是制造中型宇宙飞船的材料不足问题，如果真没有足够的材料，甚至可以将月球拆解利用，相信这绝对可以制造出一艘飞船。2009年4月，全人类的大移民工程终于接近尾声，中国30个城市的人口已完全转移，剩下的少数人基本不再需要等待，只需派遣飞船每日巡逻几次，便可完成他们的转移工作。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松了一口气，人类的转移任务完成了大半，接下来的工作就轻松许多。各个指挥官根据过年时开会讨论的计划，开始处理剩下的收尾工作。首先，5艘中型陆地飞行器每天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搜索未迁移的民众，找到后就送上飞行器。当然也有一些反对者，认为地球不会发生灾难，坚决不愿意移民。对于这类人，即使强行送到基地，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对这些人，指挥官决定放弃。人类文明的进化不需要这些固守陈规、缺乏理智的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其他25艘中型陆地飞行器则开始大规模运送植物、动物和文物等。这些任务很简单，只需把物品搬上飞行器即可，不需要总指挥直接干预，只需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等专家负责。剩下的工作，基地的主城将军们开始调配，确保人民的生活顺利过渡。目前60多亿人已搬迁至200层高的楼宇，很多地方仍然空着，需要建设大量的医院、学校、娱乐场所，同时还需要为一部分人安排工作。至于货币，已直接取消。如果人类继续实行货币买卖的规则，那么人类的进化将会变得非常缓慢，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取得突破。因此，经过讨论并通过多数票的赞成，
决定直接取消货币交易。这也是人类向高等文明迈出的第一步大胆尝试。食品和物品将全部免费供应，而且所有食品和物品都是生产线直接生产出来的，不存在大小好坏的问题。人们每天不再工作，生活只剩下吃喝，久而久之，他们自然会感到厌倦。此时，人们会主动要求工作，而绝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文明意识。首先，将50岁以下的人按年龄分为几个段落，1到10岁，10到20岁，20到30岁，分成5个年龄段后，每个年龄段的人都需要进行重新学习，学习内容与以前完全不同，包括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使用基地中的各种设施等。未来而步入新的层次，因为现在不需要监狱，只有短期的看管所。现在的社会生活方式不允许少数人扰乱大多数人的安定，因此对于强奸、酗酒、闹事、打架等行为直接处理，既能省下粮食，也能减少管理成本。如今这里已经有60几亿人口，即使每天消失几万人，也几乎察觉不出来，更何况那样的人也不会太多。人类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要不是寻死的人，大家基本都很老实，而且移民工作刚刚完成，很多事情还需要处理，许多地方也未完善，所以现在只有军人和管理人员在工作，而愿意出来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做医生的人也纷纷回到了岗位上，毕竟吃喝是免费的，不工作的人自然会感到空虚。绝大多数人都开始主动为这个新家园贡献力量。群体效应是文明发展中最显著的一种影响力，它能够促使许多人自发地形成集体意识和集体信念。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一群体，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将因为集体文明的进化。如果这种发展趋势持续下去，相信人类社会的文明意识将不断提高。先进科技提供了无限的食物、衣物和物品，在这种环境下，群体效应将推动整个文明的进步。这一切对人类文明向更高等级的进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137章最后地球上的疯狂之旅。又过了3个月，整个基地的能量磁波防护罩经过机器人不眠不休的建造，终于完成了。安晨宇将防护罩连接到主能源系统上，并进行了调试。根据调试的参数计算，这个防护罩完全可以抵挡住罗兹人机器释放的电磁波段和能量波段，这也意味着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松了一口气，欢呼声中，文明拯救工作终于告一段落。2个月前，苏悠然已经回来了，并带回了大量物品，包括木质家具、女士皮包、各地纪念品、茶叶、自行车等应有尽有。由于物品太多，他多次进出基地，搬运了不知多少次，安晨宇和王战还帮忙搬了几次。随后开始分发他从外面带回的礼物，这些东西都被存放在折叠空间里。反正空间可以扩展，只要有能量存在，完全不必担心放不下。一次搬运过程中，大家在查看这些物品时，罗蒙看到了几根粗大的钢条，不解地问，这是什么？钢条有什么用？结果苏悠然的回答让他们差点摔倒在地。哦，那个啊，也是纪念品，是我从埃菲尔铁塔上割下来的，很有纪念意义。苏悠然如此回答道。2009年8月，刘亚威一行人终于提出了休假的打算。赵主席看到基地一切运转正常，不再需要他们如此忙碌，而且这些年轻人已经辛苦了3年，也该放松一下了。再说有什么事情，只需要通讯器发个信号，他们立刻就能回来。因此，赵主席愉快地批准了他们的假期，让他们去地球上最后疯狂一番。如果不是要继续管理基地，他也想和他们一起去。8月16日，刘亚梦、刘亚威、王战、罗蒙、罗浩天、苏悠然6位大将军，再加上安晨宇，一共7人，带齐3维相机、录像机、录音机、食物等必需品，乘坐2艘小型飞行器离开地下基地，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全球之旅，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地球上的疯狂之旅。大家先去哪？飞行器刚刚离开基地，基地通讯器里传来了罗蒙的提问。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刷，除了安晨宇，其他人都盯着罗浩天看，让他感觉毛骨悚然。你们看我干嘛？罗浩天有些困惑地问。兄弟，日本现在已经没人了，更没有 AV 女郎了，难道你想去那里收集一些碟片？王战笑嘻嘻地看着罗浩天。啊，什么啊？
什么日本啊？我刚才说的是希腊，我一直想去看看希腊的古老建筑。再聆听一遍希腊的神话故事，罗浩天连忙解释。刘亚薇说道，那看来我们也都听错了。那肯定的，你们肯定听错了，你们辛苦了2年多，耳朵都没有休息过，肯定是幻听了。罗浩天继续狡辩，哼，老哥，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心思，我之前都不知道。罗蒙有些不满地说，没有，我真的是说的希腊。罗浩天尴尬地笑了笑。出发吧，先去中国，我要再去游览一下北京的故宫。罗蒙说完，驾驶飞行器朝北京飞去，后面的飞行器也紧随其后。138章旅游中的感慨。到了北京，北京已经变成了空城，几个人走在空荡荡的城市，心情复杂。这里曾是中国的首都，曾是无数皇帝的皇城，是国际大都市。刘亚薇和刘亚梦从小住在北京，对这里的记忆最深。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刘亚薇和刘亚梦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察觉，仿佛眼泪有自己的意愿，不愿离开这座城市。天下间没有永恒的事物，潮起潮落，日升日落。如果人的生命可以轮回，那这座城市是否也有轮回呢？也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人能回答。刘亚梦驾驶着飞行器回到了原来的家，虽然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但他依然觉得一切如此亲切。家里的私人物品早已被父母搬走，只剩下一些不再需要的电器。从家里出来，他又去了曾经上学的学校，一边看一边给大家讲解他和妹妹在学校的趣事，仿佛一切都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最后，在姐妹俩恋恋不舍的目光中，2艘飞行器飞向了北京的故宫。几人把飞行器降落在广场上，决定步行进入。他们走到了故宫的大门前，这里已经完全关闭。苏悠然走上前，轻轻推了一下那扇高大厚重的大门，那扇需要几个人才能推开的门竟然轻易的打开了，连旁边的锁链都被崩断了。看来苏悠然的身体已经变得更强壮了。早在他看到罗蒙他们那般强大的身体后，安晨宇便用基地的先进设备再次为他改造了身体。现在他的身体强度超过了普通人500倍，已经达到了他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他无疑是个危险人物，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几个人手里拿着各种先进的数码设备，他们要把这里的一切都记录下来。这些数码设备是连续使用几个月都不必担心存储问题，本来是高等文明用来记录各种动物标本的设备，现在却成了他们的相机和录像机。故宫的许多门曾是关闭的，不允许游客参观。如今既然没有人，他们就把所有的门推开，记录下这里的一切，无论是一张床还是一块大石头，他们都不放过。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游览故宫，所以每个人都很认真，不再说笑，专心记录。当他们离开故宫时，每个人都有些依依不舍，安晨宇除外。毕竟他并非人类，数百年的辉煌宫殿即将消失，他们的心情不免沉重。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又分别游览并记录了长城、颐和园、天坛等地方。刘亚薇的情绪最为激动，这里是他遇到安晨宇的地方，这次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是他人生辉煌的起点。他对这里有着特别的感激，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虽然以前已经无数次游览过，但每次都会感到沉重。他曾暗自发誓，无论未来文明如何发展，这笔账他一定会讨回来的。看来他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是啊，谁能不感到些许不甘呢？毕竟曾经的辉煌已不复存在，而且其他几个人虽然没说什么，但他们心里应该也清楚，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再为过去的恩怨所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基地里生活。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我们的文明继续进步，走向更高的文明层次，创造一个没有仇恨、没有偏见的未来。7个人在北京足足待了1个月才离开，看来他们对这里的感情都很深。接下来的行程是上海、西安、天津、哈尔滨，只要是大城市，他们都游览了一遍；只要是名胜古迹，他们也都走访了一遍。整个中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7个月后，众人才离开了中国，前往法国。随着他们不断转移旅游的地点，时间也在流逝。由于时间不多，世界又太大，所以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歇。要不是他们的身体如此强大，估计早就累趴下了。
在2009年除夕夜，刘亚威几个人的愿望依然未能实现，和家人一起吃顿年夜饭。那时他们正位于海南岛，7个人一起吃着海鲜度过了除夕。大年初一，他们便启程了，连过年的影子都没看到。不过那晚，他们通过通讯器给家里拜了年，表示下次回去一定要和大家一起过个团圆年。刘亚威、罗蒙、罗浩天几人的感触最深，先是在沙漠中过了一个年，然后就是忙碌中度过了春节，现在又在吃海鲜过年。总之，已经好几年没有和家人团聚过年了，他们快急死了。每年过年时，虽然花样各异，始终没能回家。过年时，他们一边给家人拜完年，一边望向安晨宇，心里充满了疑问，他到底是什么生物？他有家人吗？会过年吗？会不会想家？很多问题都想知道。最后罗蒙忍不住问，晨宇哥，你以前也有家人吗？安晨宇望着深邃的夜空，沉默了几秒后才回答，家人，有过，不过我已经记不清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我想我比你们的太阳系生成还要早得多。别说家人了，连族人也没有了。我的万亿族人，为了造就12等级文明的我，已经全部消失在宇宙中。现在我是唯一的存在。那他们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代价造就你呢？苏悠然不解，大家也都很好奇这个问题，期待着答案。139章文明引导者。我们的文明是宇宙中少数几个11级文明之一，也是最强大的11级文明。我们几乎是宇宙中无敌的存在。安晨宇的声音带着一种空灵的意味。通过万亿年的演算，我们文明中的引导者计算出了一个公式，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我们的文明就可以造就出一个12级的文明。这个文明在积攒足够的能量后，将有能力打破宇宙的束缚，跳出这个宇宙，看看宇宙外面到底是什么。这是文明发展到瓶颈后的唯一追求。最后，他们成功了，所以出现了现在的我。但代价就是我们整个11等级文明全部被那强大到无法控制的能量变成了宇宙虚无。而当我积攒够能量时，就会完成最后的使命，去看看宇宙外面到底是什么。安晨宇第一次详细的讲述了他的故事，几个人全都惊呆了，他的使命简直是太变态了，浪费了无数的生命文明，就是为了去看看宇宙外面是什么。看来高等级的思维是人类无法理解的。2011年11月，当他们正在希腊游玩时，安晨宇身上的一个报警器突然滴滴滴的响了起来，声音很大，估计远在100米外都会觉得刺耳。安晨宇看到报警器响了后，脸上露出了笑容。我马上要回基地了，你们跟我走还是继续玩？安晨宇微笑着问了一句，都玩了2年多了，回去吧。所有的地方差不多都去过了。罗蒙第一个提议回去。其实他是非常想知道安晨宇身上的警报器为什么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安晨宇还设置了一个警报器放在自己身上，为了什么呢？是啊，我也同意回去，王战也表态了，不过也有人不想这么早就回去，最后分成了2波，安晨宇、罗蒙、罗浩天和王战乘坐一架飞行器回去了，而刘亚威、刘亚梦和苏悠然一起继续玩去了。安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着急？通讯器里的赵主席赶忙问了一句，他从基地中的检测器上看到安晨宇的飞行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往基地赶。没事，我妹妹安童出来了，我去接她。安晨宇笑着回了一句，没事就好。赵主席也答了一句，心里却道，安童，你妹妹，你根本不是人类，哪来的妹妹？安童，对啊，自从开始忙着移民的事，这几年好像一直没看到过她，后来她就突然消失了。出来了？从哪出来了？奇怪，晨宇哥，你妹妹是从哪出来了？罗蒙也问了一句。他们也都听到过安晨宇有一个妹妹叫安童，可是5年多了，却从来不知道他妹妹去哪了。从能量资料库里出来了，以后她就是你们人类的文明引导者了。安晨宇说出了安童的下落，原来当时刚发现基地后，还没有移民的时候，安晨宇就把安童秘密的接到了一个地下的能量资料库里，让他进行特别的生物能量改造，当他完成改造后，就可以作为人类的文明引导者了。这个改造计划是漫长的，所以安晨宇就做了一个警报器，当安童要从能量资料库里出来的时候，警报器就会响，足足过了5年多，这个警报器才响了起来。什么是文明引导者？罗浩天也开始问这个新的词汇。文明引导者就是文明进化的向导，每个文明的发展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文明的发展中，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让整个文明毁灭。这个前面我已经和你们说过了。而文明引导者可以带领着你们，让文明不断的向上晋级，让你们的文明发展可以非常的顺利，避开很多的障碍。这么说吧，1000万个1级文明发展，最后也许只有700万可以达到2级文明，100万达到3级文明，1万达到4级文明，1000达到5级文明，100达到6级文明，10个达到7级文明，1两个达到8级文明。当这1两个文明达到8级文明的时候，剩下的那990多万个文明就会全部的消失了。可见越往上层文明发展进化，难度就越大。一个8级文明等级的文明，不知道是从多少千万个文明的坟墓中爬出来的。足见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潜藏着多少可能导致其毁灭的危险。然而，有了文明引导者，一切就不同了。文明引导者能够使文明发展进程畅通无阻，当然，这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引导者越聪明，能够引导文明进化的等级也就越高。安童是我花费了5年多时间才创造出来的文明引导者，虽然当初改造设备简单，仅具备5级文明的水平，但我调整了程序和内部改造结构，并加入了充足的能量支持。现在，人类还处于1级文明的起步阶段，在安童的带领下，人类文明的进化有很高的几率达到更高的级别。有 98% 以上的可能性能发展到6级文明，有 68% 以上的可能性能发展到7级文明，有 36% 以上的可能性能发展到8级文明，有 12% 以上的可能性能发展到9级文明，甚至有 2% 以上的可能性能突破到10级文明。安晨宇详细解释了文明引导者的含义，以及安童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晨宇哥，你创造文明引导者做什么？是你要离开我们了吗？罗蒙担忧地问道，暂时我还不会离开你们的，放心好了。安晨宇笑了笑，我不能一直推动人类的文明发展，最终文明的发展还是要靠人类自身，如果由我去推动，那人类只能达到我所推动的那个层次，最终你们的文明就会失去自我，这不是好事。我创造文明引导者，就是为了让你们人类自己去发展文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你们有机会向更高等级的文明迈进。如果一切都依赖我，那即便你们达到了9级文明，也不再是你们的文明了。突破瓶颈的问题，永远要靠自己去打破，任何生物的思维都是如此。安晨宇的话让罗蒙他们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切都要靠自己。人类已经拥有了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向更高文明进阶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就看人类如何努力，向更高等级的文明发起冲击了。140章仙女安童，他们在通讯器里听到了关于文明引导者的消息。当安晨宇回到基地时，不仅赵主席来了接他，而且能来的将军们也都到齐了。他们在通讯器里听到了关于文明引导者的消息，这种关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大事，当然需要亲自来处理。安晨宇看到这么多人到场，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坐上漂浮器开始带路，后面是心情各异的10几个人跟随。众人跟着安晨宇来到虎城中太阳能量圆球的正下方，那里是一个小型的广场，不过这个广场是封闭的，因为它是一个小型实验室的一部分。走到广场中央后，安晨宇先下了漂浮器，闭上了眼睛，嘴里念了一句咒语，然后睁开眼睛望向天空中的能量圆球，眼中黄光一闪，一道比闪电还快的光柱瞬间从光球上发出，在离地面5米的地方劈开了一个空间通道。空间通道周围还有一圈圈淡蓝色的能量环在闪烁，光彩夺目。几秒钟后，从能量通道的门口延伸出20几阶由光幕组成的台阶，安晨宇率先走上台阶，然后进入了空间通道，后面的人紧随其后。本来站在外面看这个能量通道似乎只有几米远，但进来后，他们走了足足100米才到达通道的尽头。众人都明白，这肯定是一种空间运用的形式，这里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地方，甚至不知道基地里有这样的区域。看来这里的空间远比眼睛能看到的要复杂，或许还有更高级的科技实验室隐藏其中。10几个人走出通道，进入一个大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足足有5000多平方米，到处是高端设备，这些设备明显比外面那些更加先进。5000平方米的空间几乎被占满，而有些设备甚至高达5、6层楼那么高。这个实验室的高度也有几百米。众人跟着安晨宇走到一个像房子的设备前，旁边有许多容器，绿色液体不停翻滚，
这样的容器足有10几个，它们都连接着设备的中心。设备的中部是封闭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不过，设备的上方有许多像大型能量接收器的球体，不停发着各种光芒，并且光芒逐渐增强。随着光芒的增强，绿色液体也开始剧烈翻滚。慢慢的，这些容器的外形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鼓，仿佛皮球被充气一样。众人看到这一景象，立刻意识到，如果这些容器鼓到一定程度爆裂，他们可能承受不住这种能量冲击。尽管他们已经很强壮，但面对这种高等文明的科技，他们依然如蚂蚁一般弱小。然而，看到安晨宇始终不动，大家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安晨宇的存在就是他们最大的保障，这是所有人的共识。突然间，设备上的发光球体突然熄灭，绿色液体慢慢结成固态。2分钟后，发光圆球完全熄灭，容器里的绿色液体变成了冰块。整台设备看上去十分别致，绿色的冰块形态各异。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接我。这句话让众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力量，并非通过听觉或思维传播，只是直觉上的感觉，无法用言语准确描述。中间的封闭设备盖子依旧停在原位，但旁边的四壁已缓缓下降，露出了设备里的人安童。她是一个光头的女子，全身散发着柔和的亮光，有些像天使般的感觉。当四壁下降至安童的脖子位置时，她似乎意识到什么，身体一阵白光一闪。估计刚才她是赤裸的，现在是穿上了衣服。等众人看到她的全身后，大家都愣住了。她穿着发光的银白色盔甲，盔甲上挂着许多亮丽的能量光片，皮肤比雪还要白。光滑的头部，一双大眼睛，无论看向谁，谁都会觉得自己内心的秘密被看穿了。灵魂似乎也裸露无遗。安童看到众人复杂的眼神，有奇特、古怪、恐惧，甚至有人想笑。他伸出手轻轻一挥，空中出现了一个由白色能量组成的镜子。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人想笑，原来他现在还是光头。他伸手摸了摸头发，魔术般的头发瞬间长到了披肩的位置，然后招了招手，身上的衣服变了，盔甲也转变成了一身白色的长裙。那些能量光片变成了蝴蝶图案，附着在裙子上。此刻，安童的形象就像童话中的仙女，与之前穿着盔甲的战斗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让人一时难以接受。她的变化实在太快了，从一个全副盔甲的战士，瞬间变成了仙女般的存在。众人从一开始就呆呆地站在安晨宇身后，看着安童的变化。安晨宇微笑着问道：呵呵，做哥哥的当然要来接你了。现在感觉如何？感觉还不错，能量已经调整完毕，能量数据库还没完全整理，估计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不急，慢慢来吧。安童微笑着回了一句。他转身看向那些将军们，他们立刻避开了他的目光，因为与他对视的感觉实在太恐怖了，就像面对未知的可怕力量。安童微笑着看了他们一眼，随后观察了他们的皮肤，再看看自己的皮肤，他感觉自己的皮肤太白了。于是他的皮肤开始慢慢变黑，变得和他们稍微接近，直到他的肤色停止变化，刚才那种锐利的目光也恢复成了普通人的样子。